2年多没工作了，也没觉得哪里不对。每天只吃2顿饭，解决食物就是解决一切。每月花销控制在200块以内，一年也就工作1-2个月。这是一位躺平学大师通过自身实践言传身教，给广大网友分享躺平心得和理论。他的文章《躺平即是正义》也一度引起热议，而他本人也被网友奉为躺平学大师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聊一聊最近又爆红的话题——躺平。为什么用又这个字呢？因为躺平在去年就跟内卷这个词相爱相杀，有内卷的地方就有躺平。最近某位主持人对房价和就业问题发表了一些有失偏颇的评判，引发了众怒和群嘲，也把躺平话题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。要知道，在之前他的点评就代表着权威，可惜这次也翻车了。这位权威的社会良心竟然不为我们年轻人发声了，不会吧？当然还有一些大佬们也在苦口婆心地告诫年轻人，说你们不能躺平，得支棱起来，应该讲奋斗精神，应该追求精神财富。但其实他们越是担心年轻人躺平，也越是让人怀疑他们的用心不单纯。这究竟是长辈们对年轻人的怒气不争，还是资本家们对既得利益损失的担忧呢？这一点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可不敢胡说啊！与其说大家佛了丧了不努力了，倒不如说是换一种姿势对抗内卷。这也传递了一种信号，内卷现象真的很严重，卷不动了才选择了可耻但有用的方法。之前咱们也聊过内卷，说它无处不在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关于内卷的话题，微博有6.9万个讨论，2.9亿次阅读，涉及到升学求职、婚恋育儿、社会的方方面面。大学毕业生会发现，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跟自己竞争基层岗位，没办法，每年高考人数都不断攀升，今年达到了1078万。跟这么多大学生竞争，你要不拿点本事出来，人家凭什么选你呢？当然内卷还能理解，可是现在的鸡娃们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上幼儿园都要排队，而且不是说你通宵打地铺就行了。像上海蒙特梭利这种高级幼儿园，排队都排到1年以后了。你以为卷从娃娃抓起就完事儿了吗？人家都是从娘胎抓起，不然为什么上万的胎教课还有一大批人抢着听呢？当然了，这届年轻人也在不断升级的内卷中寻找对抗的方法，躺平就应运而生，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。封面新闻发起了一个你是如何看待躺平的投票，24万人参与，其中10.4万人选择了我累了，坚决躺平，7.7万人选择偶尔躺躺也好，只有1.6万人选择绝不能躺。大家变聪明了，与其拼得头破血流，到头来被割韭菜，倒不如就地躺下。想要割我，那你得先把我扶起来。开头提到的躺平学大师就躺得很彻底，一天2顿饭，1个月200块，没钱了打零工，心情好了去横店演死尸，换个地方躺，还躺着把钱挣了。不过要说那些躺平的大神们，日本低欲望社会下的蛰居族可能更有话语权。前段时间，一位日本宅男因奇葩的生活方式引发了热议。这位39岁的男子失业3年，自称0元维持生计，着实令人惊讶。他也分享了自己的生存技巧，平时通过做问卷调查等方式赚取积分，在各种商店、餐厅领取免费的食物，兑换到值钱的东西就放到二手平台上卖掉。另外，他也会帮助一些朋友跑腿做家务，在朋友家轮流借宿，就连穿的衣服都是朋友施舍的。你可能会觉得很奇葩，但日本像这样的人至少有100万人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在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，地产崩盘，通货紧缩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经济持续低迷。现在不满35岁的日本人打记事起就面对失落的20年，他们不想像父辈那样为债务风险穷其一生，于是很多人降低欲望，宅在几平米的单间公寓里，不工作不外出，吃自己或者啃老。国内也有一些躺平的大神，而且在躺平这个词还没流行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在践行了，那就是三和大神。在距离深圳市中心10公里的龙华新区，有一个叫三和的人才市场，很多人在这里做日结零工，干1天玩3天，喝2块钱的大瓶青来，吃4块钱1碗的清汤挂面。有些人还租个房子住，有些人索性常住网吧。他们厌倦高度重复的工作，没有未来的生活，唯一的乐趣就是去网吧打游戏、看电影。且不说这种躺平方式是否合理啊，至少跟这些大神比起来，我们所说的躺平可能只是入门级。第一种，彻底躺平，就像日本蛰居族一样，躺在家里不工作，靠父母养活，没有富二代的命，却得了富二代的病。除非家里有矿，不然我个人不太认同这种躺平方式，把压力转移到父母身上，着实不应该。第二种，间歇躺平，就像开头提到的躺平学大师和三和大神，不管怎样，至少自己养活自己，不买车不买房，降低自己的欲望，有吃的穿的就行了，追求的是活在当下，自在潇洒。第三种，精神躺平，这应该也是绝大多数人选择的躺平方式，认清了社会现实，放下了思想包袱，我不追求功成名就，把自己的欲望安放在一个合理的舒适区，无论大佬们怎么洗脑，我都毫无波澜，反正别想割我。打工可以，但我心里很清楚打工的目的是什么，至少不是他们画的饼。
第4种，虚假躺平，这种人很气人，就是表面上跟大家打成一片，背后却暗自发力，偷偷内卷，心想你们都躺平了，那竞争力就小了，我就可以悄悄甩掉你们。当然，这种人对于前3种来说，只能得到一个回应，那就是关我啥事儿，我已经躺平了。如果现在还有人觉得躺平丢人可耻，可能他们对躺平有一些误解，因为早在《道德经》里，老子就已经在教大家躺平的智慧了。名于身孰轻，身于祸孰多，得与亡孰病，是故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后亡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你看，知足常乐，清静无为才是长久之计。关于如何躺平，我个人最支持第3种姿势，精神躺平。精神躺平不代表消极和放弃，而是躺着冷静一下，思考一下，能够辩证的看待社会价值导向，对成功的标准有多元的认识和定义，并不像成功学灌输的那样，年薪7位数，住豪宅开豪车才是成功。你说你是成功人士，你有钱，那是你的事儿，我要是信了你的话，只会让你更有钱。勇于选择自己认为舒适的生活方式，并且实现了自身价值，就是我们定义的成功。我们之所以感到压力和焦虑，一部分来自于无需内卷的竞争环境，另一部分则是被自己不断抬高的欲望。外部环境改变不了，至少可以从内部着手，降一降欲望，就能发现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。所以正确的躺平是合理的降低某些方面的欲望，转而追求更符合生命真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比如物质追求，如果被世俗的消费观裹挟，那咱们肯定是挣得越多花得越多。月薪5000的时候，你会跟别人比谁的衣服时尚；月薪5万的时候，你会跟别人比谁的包包稀缺。总之，你的衣服包包不是用来穿和背的，都是用来卷的。精神躺平了，你就会发现衣服简单舒适，能蔽体，能保暖就可以了。别人穿的什么关我啥事儿，我穿什么关别人啥事儿。再比如职场竞争，如果跟别的奋斗逼一样，你加班到10点，我就加班到12点，到头来咱俩进了 ICU， 老板在家数钱。精神躺平了，你就会发现挣钱养家只是工作的目的之一，更重要的是可以发挥和提高能力，实现自身价值。有了这个价值，到哪儿躺都能挣到钱，我何必被你打鸡血画大饼呢？德国哲学家阿多纳说，自由不是在黑白之间做出选择，而是可以放弃这样被规定好的选择。精神躺平更像是智者应对内卷的一种生活哲学。当别人在不断内卷中消耗的时候，我把时间精力转移到我该关注的地方，比如成长、健康、家人。所以他卷任他卷，躺平不丢脸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爱心3连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。下期成长干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